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有粉絲留言自己在家做的小酥饼没有层次，吃起来软软的，究竟该怎么解决？今天分享一下。咱们今天用的配方就是粉絲提供的，这里是中筋粉150克，然后泡打粉準備1克。咱们正常做酥饼可以放小蘇打，不要放泡打粉，然後白糖準備5克。接着咱們把所有的材料先攪拌匀，咱們就可以開始和面了。如果不攪拌匀，它扎堆的話，做出來效果自然就會不好。再加上10克色拉油，油分攪拌匀，然後加入溫水，這個溫度呢在35度左右。水量準備的是55克，它的這個水量呢是沒有問題的，和出來的麵團也剛好。咱們加入油和好的麵團，一定要在案板上繼續揉一下。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把它的油分給它搓匀，這樣咱們做出來的麵團，它的顏色就一致。搓好之後呢，表面也會特別光。如果說不搓匀，它的油分呢就比較散。和好的麵團看上去顏色就不一樣。麵團揉好之後，還是要鬆弛一下，這樣咱們後面包酥就比較簡單。鬆弛的時間15分鐘。做這種小包酥的這種酥油呢，一定要稍微硬一點，能夠輕鬆成團，這樣才好。像這位朋友提供的配方，它裡面的油酥呢就比較偏稀，擀的時候呢很容易把層擀亂，讓麵粘到一起。就像咱們畫面中這樣能成團最好。然後準備一點紅糖餡兒。這時候咱們的麵團已經醒好了，醒好的麵團呢，因為它的筋度比較適中，特別放鬆。這時候呢，咱們就直接來搓一下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次揉面。如果咱們再次長時間的揉面，這個面筋呢它就很緊，咱們在擀的時候就不太好擀，很容易縮回去。下好劑子之後，咱們直接像這樣壓扁就可以來包酥了。包酥的方式呢就比較簡單，直接像這樣虎口兜進去就可以了。包好油酥，因為面團的筋度比較放鬆，咱們擀的時候呢不要太用力，直接擀成這樣的牛舌形。擀好之後能夠清晰的看到裡面的油酥，這樣就 OK。然後從一頭捲起來，捲的時候一定要捲緊，不能太鬆。如果太鬆，它的酥層會亂，而且這個面呢很容易粘到一塊兒。像咱們畫面中這樣，直接捲好，然後再次擀開。擀的時候還是一樣，盡量給它擀薄擀長，這樣它酥層更薄，才能更容易把層次分開。做好之後呢，酥脆度也能出來。如果太厚的話，再加上它加了泡打粉，這個面呢會蓬鬆起來，所以做好之後這個層呢總是那麼不明顯，脆度也比較差。捲好之後，就像畫面中這樣，把接頭放在下面，直接像這樣壓一下。這時候的面筋就變得緊張了，咱們這樣稍微蓋一下，鬆個3-5分鐘，它的軟度就下來了。停個3-5分鐘之後，這個麵團會恢復咱們剛開始之前的那個軟度，這時候咱們再來包就比較輕鬆。你看包法呢就像這樣，中間按一下，然後往裡輕輕的一擠，然後讓另一面呢保持光滑就可以了。這個手法呢其實比較簡單，大家可以看，咱們擠一下呢，它另一面就是這樣的狀態。如果那個控制不好，還有第二種方法，咱們直接像這樣給它壓扁。壓扁之後呢，咱們不需要折，也不需要包，直接用擀面杖長着橫着擀2下，把它擀薄就可以了。還有一個問題是，咱們在擀的時候呢，盡量擀薄，不要讓它太厚。擀好以後呢，咱們一定要把邊上去掉，不然這地方呢是有點亂層的。切開之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邊角料的酥層還是比較豐富的。接着咱們就可以包餡了。包餡的時候呢，盡量多放一點，然後呢還是同樣的方法，直接像這樣給它折起來，把邊呢盡量給它收高一點，這樣咱們做好之後下面不會裂，而且呢外皮也會比較完整。多餘的部分還是給它去掉，省得底部過厚。這樣咱們一個就算包好了。包好之後大家可以看一下呢，表面也不会粘皮，比較完整，也比較光。全部做好之後，這一步呢也比較重要。咱们很多朋友呢就是弄得很厚，所以呢咱们這一步一定要盡量弄薄，這樣它這個酥餅的部分咱們就算完成了。其實它這個呢適合用來煎，而不適合用來烤。它用的溫度是200度，咱們先預熱一下烤箱，然後放進去烤20分鐘。烤好的酥餅就像咱們畫面中這樣，看似比較好，但是呢它酥脆度就比較差。所以呢這個朋友的配方，咱們盡量把泡打粉換成小蘇打，然後用來煎而不是烤。改過的配方，這裡是中筋粉準備150克，也可以用低筋粉。然後水準備55克，溫水。
小蘇打準備1克，不要用泡打粉，然後白糖準備5克，沙拉油準備30克，油酥用的麵粉準備40克，這個配方就適合烤。好了，咱們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